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完希望再看谭松韵，才明白观众不烦星二代，而是愁且缺演技。2026年我的山与海引发热议，星二代希望用配角演技碾压主角谭松韵，观众真正反感的从来不是出身，而是实力配不上资源的人。看王骁郭麒麟如何撕掉标签，谭松韵的娃娃脸为何成为双刃剑好演员终将用角色说话。到了2026年3月，央视那部大制作的剧《我的山与海》一扫而空，刷遍了屏幕，但点评反响可真是各有千秋。谭松韵演的那边，虽然她是主演，可是有人觉得她的表演套模板，演技看着有点做作，娃娃脸一出场，观众都觉得跳戏了。一方面是希望饰演的配角，虽然不是主角，但很多人觉得她把这个角色演得特别到位，精准把握了角色的特点。挺有意思的是，前者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大家闺秀，反倒是后者真正算得上是星二代，难免让人琢磨不透，在一部剧里，观众真的是不喜欢星二代，还是其实不喜欢那些演技不过关的演员呢？01先说希望，1992年出生，他的母亲是凭借武则天里上官婉儿红遍大江南北的如萍，他的继父是演员刘知冰，算是地地道道的演艺世家出身。虽然背负着这样的光环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走捷径，反而让父母对他的要求更严格了。2010年踏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，次年便在电视剧《美丽谎言》中亮相。这10来年，他一路从配角起步，稳扎稳打，脚踏实地。到2025年唐朝诡事录之西行里，他可是一个人挑了2个角色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青红和春条，两者差距挺大，但都能强烈打动人心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星二代确实有点料。郭靖宇导演觉得他对角色的研究挺用心，热情满满，这点值得大家敬佩，这也最能说明他在演艺道路上的坚持到底。到2026年，希望在我的山与海里担任配角，戏份不算多，但他对角色的把握真实到位，尤其精准。他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台词，都透露出经过生活打磨而来的真实感。观众都说，看他演戏，像是在看活生生的人一样，不像在看电视般虚幻。再看看谭松韵，1990年在四川泸州出生，家庭条件普通，没有靠山。他在2005年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，2012年凭借《甄嬛传》里的纯贵人一角开始被大家熟知。从此以后，像《最好的我们》《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这些作品陆续播出，他一步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逐渐成为大家心中的国民闺女。他的优势可是挺明显的娃娃脸，显得特别年轻，30多岁演高中生都毫无违和感。不过这个地方也有些不好搞的。到了2026年我的山与海，他在剧中扮演了一位跨越30年岁月的深圳创业者方婉之。观众们且发现他的眼神中少了那种底层女性特有的迟钝和坚韧，哭戏让人觉得有点稚嫩，跟王劲松等前辈一搭戏时，感觉接不到点子上。这部戏里面，希望的配角表现挺出色的，可谭松韵饰演的主角却遭到不少人吐槽。这事儿让大家不得不想一想，观众是不是对星二代们真的存点偏见呢？其实偏见主要针对那些倚靠资源走上来的明星，却拿不出让人满意的作品的那帮人物。2025年成了星二代崭露头角的元年。小沈阳的女儿叫沈佳润，信的女儿是苏佑杰，陈奕迅的女儿则是陈康迪。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推出新歌亮相，背后还有顶尖资源支持，可偏偏反而遭到了大家的群嘲。
靠爸爹爬上来的，资源满满，但颜值和演技都不咋地。这些标签就像个影子一样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跟着你。听说一出生就带着父母的姓，结果就像被放在放大镜下看一样，被人不断的 scrutinize。其实啊，并不是所有的星二代都让人反感，情况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。02，瞧瞧这几位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王骁的母亲是80年代4小花旦之一的王富丽，父亲则是一位舞台剧导演。他一开始就是跑龙套，从做背景板、演尸体、演士兵起步，能有个独立镜头简直是奢求。直到他演到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的司命星君，才算是露了面。之后《狂飙》里的杨健和3大队中的马振坤也都逐渐露出了真面目。他一次又一次用演技证明自己，就是那种能把配角变成焦点的演员。到了2025年，他凭借《大生意人》再次拿下了尖叫之夜的最佳男配角奖，真是艳压群雄。郭麒麟一直背着郭德纲长子的标签，跟了他不少年。在相声界，想超过父亲可不太容易，他转战到影视圈也算是尝试了新领域。2019年庆余年里，范思哲这个角色既爱钱又胆小，带点随意和懦弱的感觉，成了剧中最吸引人的一大亮点。接着《赘婿》和《平凡之路》这些作品，逐渐剥离了靠父辈关系的标签，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，甚至还有机会和成龙、于和伟合作呢。到了2025年，德云社封箱的时候，他又一次披上长袍，站到了舞台上。这次他算是双线作战了，2个舞台上都聚集了一大批粉丝，算是有了2个身份了。张若昀的爸爸张健是个大名鼎鼎的导演，但他却没有选择用资源偏袒儿子。从《雪豹》里的配角到《无心法师》中的张显宗，转变挺大的。到《庆余年》里的范闲，以及《雪中悍刀行》里的徐凤年，他靠着一个个角色走红，变成了剧里的超级主角。还有杨乐，他的老爸杨立新可是在国家1级演员里头算得上重量级人物。他从《大丈夫》匆匆那年开始踏入娱乐圈，长得普通但演技挺不错的，现在已经算是实力派的中坚力量了。这些例子到底说明了啥？让观众反感的从来都不是星二代这个标签，而是那些只有身份没有真本事的人。谭松韵的问题正好是在于他进入了一种套路化的状态。他那娃娃脸好处是很可爱，但同时也成了一种束缚。他30出头演高中生，大家都说他保养得真好，完全看不出岁数。只要到了像《我的山与海》这种年代剧或者现实题材，他那份少女气息反倒变成了负担。他演的方婉之，前面还能接受，到了后面就像个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服似的。那眼神一直带着没被生活抹平的纯真光芒，闪烁不停。有人说她站在生产线边，怎么看都不像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姑娘，更像是来拍 vlog 的实习记者似的。看看希望，在我的山与海里，那镜头中的她既有淡淡的忧郁，又带点坚韧，不禁让人感觉她像个在风中站立的松树，不畏艰难，坚韧不拔。虽然她只是个小配角，但那表演却让人印象深刻，难以忘怀。没有依靠母亲如萍的光环，而是凭借作品一一展现，逐渐打破了星二代的固定印象。我的山与海不仅收视率独占鳌头，网络上的讨论却出现了2极分化的情况。关于谭松韵的表演，总有一些声音说她的演技有点模式化，哭戏也都差不多，角色之间几乎没啥差别，这些议论从来没停过。虽然希望戏份不算多，但她却赢得了不少的好评，满满的肯定都给到她了。说白了，观众对演员的要求其实也就那么几样，演得像个样，而不是全都像自己扮演的那样。不论是星二代、
还是草根，最终还得用作品来证明自己。希望、王骁、郭麒麟、张若昀这几位可是没让星二代这标签给压倒啊，反倒靠着一个个扎实的角色，摘掉了谁孩子的标签，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人。谭松韵的困境也给所有演员提了个醒，长得漂亮虽能开个好头，演技才是真正的硬道理。娃娃脸算得上是演少女的利器，可要想表现那种岁月的摸爬滚打，真是有点难办。胶原蛋白能帮你保持年轻，但眼神里的故事可得靠时间的历练和生活的积累才能看得真切。他那一成不变的表演方式并不是没有演技，其实不是没有演技，而是因为笔者想保持稳妥的心态，导致表现得很保守，演啥都挺平常，不出差错，也难有亮点。希望和谭松韵在我的山与海里的差别，并不单纯是星二代与非星二代的对立，其实考验的还是他的实力跟资源是否配得上。观众其实从不反感星二代，反倒是那些占了好处却懒得折腾的人让人不满。观众其实并不特别青睐草根演员，更喜欢那些靠作品实力来证明自己的演艺人。在如今这208万日薪遭到群嘲的年代，观众的火眼金睛越发犀利。靠着爹爹上了位子，可要说能站得住脚，恐怕还差点儿。靠脸出名是能做到，但想走得更远还是挺难的。只有像希望那样心怀初心做指南针，实力为动力扬帆，才能在娱乐圈的海浪中稳扎稳打，长长久久。对于那些还沉迷于靠光环过日子的星二代，以及那些现在千篇一律框架里的演员，希望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，提醒我们，而谭松韵的难题则是个警钟。在这行里走得多远，从来都不是凭一个姓氏就能定论的。